杨紫看个人上菜，被对手艺人吓到了，所以没看节目之前看艺人。杨紫是一个年轻的明星，她被称为1990年代被带到世界的著名小艺人。她从小就因录制《家有儿女》系列而一举成名。在她长大的时候，她还拍摄了大量的影视剧。成名后，她出演了多部影视剧，如《亲爱的真爱》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青云之火之传奇》，如果不是太麻烦，《教育奇余》关于你的生活，并且有许多资产可以视为她。但是每场演出的性质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作为媒体老牌艺人，杨紫会选择内容不错的影视剧来演，没想到在影视剧帮凶中，几个实力雄厚的对手艺人并不好。杨紫在之前的一次会议上曾说过，我以前选片时看内容、看主、看组，现在其实有时候选片看对手是谁是。真正的问题是我担心他可能无法选择被枪杀和沟通。杨紫说知道这个询问。大家都知道，杨紫以前也有过几部电视剧，但是因为对手艺人的问题，基本不可能一直播下去了。比如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和《青云志》都是很优秀的电视剧，但现在却很牛，无法沟通。一般情况下，选艺人、选内容、选创作组都是导演和编剧应该考虑的问题。不过现在接拍这部电影，杨紫也会在选工作的时间里分一杯羹，并且她也将有一个特定的衡量标准的选项。事实上，这个解释非常简单。当你觉得不同的艺人会有崩溃的赌博时，很难协调。一旦崩溃事件发生，如果它被传达出来，他可能会处理被淘汰出局的问题；如果没有通信，他将处理被移除机架的问题。尽管说这些话并不美妙，但这是事实。更何况，杨紫是国人所拥护的明星，她的经历和家境都被查得清清楚楚，所以杨紫是个一尘不染的女明星。目前她表示，接拍片子的时候，选择创作组和对手艺人是合情合理的。做一个明确的基础检查尤为关键，应该重新检查一些男性艺人，以远离以前发生的问题。如果您不考虑这些问题，它将与以前相同。当对手的艺人发生可怕的事情，或他们直接崩溃时，整个节目将被推迟，整个戏剧化的艺人将被推迟。数年或相当长的时间，电影和电视节目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物质资产，烧掉了异常巨额的现金，但最终没有传达出来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一只老鼠打破了一锅粥。绿发家的远足是一个普遍优秀的模型。尽管网上有一些小道消息称《绿家游记》的第二创作很快就会传出，其实是后续创作，只是再找一个而已艺人重拍男主的戏，或者直接改变男主在剧中人造智力的实质。后续的创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而且还投入了巨额现金。传输后没有达到正常评价的可能性，或者说强度，可以说是没有成功的标志。综上所述，杨紫之前被掏空了好多次，事后也被掏空了。少数影视剧断线无法观看，有的被网友评价为烂作品。事实上，杨紫的影视剧非常容易火起来，比如《家有儿女》《亲爱的宝贝》，请多多指教。《青云志》和《香蜜的煤渣》是代表作品，传播后获得了极高的普及度和评价。评级艺人脱颖而出，足以引起注意。尽管如此，在这些节目中，由于剧中的艺人摔倒、甜蜜沉沉如冰、青云志等情节被完全禁播，杨紫也经历过。两部剧断线后，杨紫的地位和声望也失去了两位大咖的恩赐。讨论哪一个，最可悲的是电视剧《绿扣子》在当时拍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考虑，在录制开始的时候看到路透社，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假设。然而这部剧的男主角节目也是以他被评价为麻烦制造者为由，所以这个节目一直没有交流过，整个团队都经历过。已经拍摄了超过1/2年的影视剧，现在已经不再播出，或者可能没有播出的威胁。不是造假者很苦恼，就连目标市场也表达了苦恼。所以综上所述，杨紫在采访中表示，一旦选好剧本，就会对对方的演员付出额外的兴趣。他的危害，杨紫看人点菜并没有什么不妥，不过他随便说，现在越来越小心翼翼了。
毕竟被骗了3次之后，每个人都会承担额外的责任。现在反思一下，在拍摄时额外检查对手演员的考虑，识时务务，为的是综合考虑这个剧本的价格，让你远离空竹篓的景象。我也很希望未来的每一位演员都能从杨紫身上得到检验。接戏的时候，一定要看看对方演员是谁，看看对方的历史，才能在破屋后不再对自己产生影响。02张艺兴的偏远现场表演是一种文化输出吗？兜售应该有底线。张艺兴现场表演让文化输出清晰这个词条冲上新搜索，源于张艺兴在马来西亚的现场表演，其中包含了一些中国因素。平心而论，在我的非舆论中，张艺兴的整体表现现在已经不是文化输出的巅峰了，吹捧应该是有底线的，不能挑词。至于张艺兴的直播节目为何不被认定为文化输出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、不具代表性。文化输出是有前提的，就曲子的距离而言，最低限度应该在中国被广泛偏爱，并且能够反映最多观众的文化需求。可惜现在张艺兴的歌已经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了，除了狂热分子之外，几乎没有人能认得出来。专辑的超额收入来自狂热者的课时，本质上这张专辑的认可度是非常低的。当然，这在现代华语乐坛中也不是什么稀奇的现象，所以就有了一批名声大噪的歌手。换句话说，考虑到张艺兴的作品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了身份，我们怎么能代表我们输出亚文化呢？2. 输出载体的异化。具体到张艺兴独具匠心的陶醉和曲风，可见韩流是相当强大的。从积极的角度来看，他输出韩国的偶像亚文化似乎更合适。事实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一种错误的印象，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影视剧、歌曲中含有中国因素，就一定是我们的文化输出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以2008年的电影《功夫之王》为例，该脚本是根据中国历史神话定制的，主演阵容由成龙、李连杰、刘亦菲、李冰冰等众多华语影星组成。这似乎是中国亚文化向好莱坞输出的相反方向，但实际上恰恰相反。功夫之王的情节有点完全西化了，因为我们的亚文化在借用他人的帮助下被同化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有个概念叫香蕉人，就是专门用来解释欧美华人的。他有着东方人的面孔，但内心却认同西方的文化价值观，所以功夫王也可以称为香蕉片，本质上是黄皮肤白关心。由于长期以来对韩国娱乐圈的影响，近年来饭圈亚文化名声大噪，出道韩国的艺人也名列前茅。虽然他是中国人，但他也会在作品中加入中国因素，但整体表现方式还是靠韩流为主。张艺兴当然是其中之一。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再排斥海外伟大的亚文化，但我毫无疑问不能赞成用说唱、英语等出口中国亚文化，因为出口的服务本身就是不同亚文化的镜像。国家在此基础上关注中国亚文化是不可能的，独特的魅力却显得不起眼。文化输出的实际意义，有些人可能还会添加理性地问：什么算作文化输出？就今年而言，我认为最能体现中国亚文化的电影就是《回家的路》。原因，简单的说一点，想必每个人都会明白。外交官宗大伟借助张译进行表演，在面对死亡时，他的反应已经不再是义气和无畏。就像普通人一样，他会因为对死亡的担忧而全身发抖，最容易尿裤子。但即便如此，宗大伟也不得不磨砺自己的发廊，站稳脚跟。他的职责是安全地运送国内的同胞，这就是中国的亚文化。现在不再是你现在不再害怕死亡，而是你害怕你无法管理自己，你需要将它传达到最后。据美圣所说，在长津湖中借助朱亚文的表演，不能将战斗留给后代。与尊重男女英雄和超级英雄的好莱坞相比，家庭大片选择平民英雄，每个人都用过度的火焰石柴，这表明文化差异，然后输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。
总之，文化输出不仅限于作品本身，还包括国家的生活方式，从而提高其世界性的影响力，是国家柔弱力量的体现。如果《归乡》有可能在偏远地区上映，那将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输出。现在已经不是最方便的了，因为它是一部关于中国外交官如何撤离偏远地区中国人的电影，但也因为重点是让竞技场看到我们对和平生活方式和战斗的奉献。敬畏。至于曲调，说实话，在现代环境中，用曲调来获得文化输出肯定是很困难的。毕竟，每个人都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融合和学习，民族特征的棱角越来越模糊。如果要选一首可能构成中国亚文化的曲子，恐怕周深的那首《大鱼》就在迎年了。但必须说明的是，其文化输出的深度和影响力却无法与影视作品相提并论。最后，我需要提一下，作为一个自媒体人，狂热者被吹捧并非突然，但整件事有节制。一旦过度，它将处于危险之中。张艺兴的偏远现场表演是一种文化输出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大块。粉丝们应该明白，有些事情不能用来吹牛。你可以厚着脸皮说张艺兴是娱乐圈的天花板、舞台之王，但张艺兴无疑不会构成中国亚文化。